威龍、趙今麥又上熱搜了。而這一次，真正讓網友集體沸騰的，並不是什麼轟轟烈烈的大場面，甚至不是一段刻意安排的甜蜜互動，而是一個非常生活化的小細節。兩個人只是自然地坐在一起聊天、吃飯，沒有精心準備的妝造，沒有電視劇裡的濾鏡，也沒有明顯的營業痕跡，卻因為這種鬆弛感，再一次把網友的記憶拉回到了驕陽似我。有人看到這裡直接感嘆，這兩個人站在一起，為什麼就是這麼有感覺？更有網友忍不住留言，明明只是一個普通畫面，怎麼越看越像情侶？但問題也來了，宋威龍和趙今麥到底為什麼會一次又一次引發這樣的討論？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化學反應？今天我們就從這次熱搜背後的一個小細節開始，一層一層拆開來看。先說最關鍵的一點，這次引爆討論的是一段在7月曝光的聚餐畫面。據公開報道，畫面記錄的是6月26日的一場多人聚餐，並不是宋威龍和趙今麥兩個人單獨約會。視頻由嬌蘭中國區相關人士發布的日常內容意外記錄，兩人在鏡頭中都是非常自然的休閒狀態。相關話題隨後快速衝上熱搜，引發大量討論。也就是說，如果單純從事實層面來看，這並不能證明兩個人存在戀愛關係。但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網友為什麼還是會瘋狂討論？因為大家看到的並不是一個刻意設計出來的甜蜜瞬間，而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熟悉感。明星在鏡頭前營業其實並不難，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一句台詞，甚至一個站位都可以提前設計。可是當一個人完全卸下明星光環，以非常普通的狀態出現在鏡頭裡時，很多細微的習慣反而更加容易被觀眾注意到。這一次，宋威龍和趙今麥就是這樣的感覺，沒有誇張的互動，沒有故意靠近鏡頭，卻偏偏因為自然，讓很多網友覺得特別真實。而這也正是所謂龍脈話題能夠持續發酵的重要原因。說到這裡，就不得不回到《驕陽似我》這部作品，由宋威龍和趙今麥主演，兩人在劇中分別飾演林宇森和聶曦光。電視劇從校園記憶、誤會到職場相遇，再到感情逐漸升溫，兩個人之間的情緒變化成為整部劇的重要看點。很多觀眾第一次認識這對組合，就是因為劇裡的林宇森和聶曦光，一個看起來冷靜克制，一個更加靈動自然，一個習慣把情緒藏起來，一個則會把情緒直接寫在臉上。這種反差本身就非常容易產生化學反應。更重要的是，兩個人同框時的視覺感覺非常明顯，身高差、眼神差、性格差，再加上劇情裡大量細膩的情感互動，讓觀眾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那就是他們不像是在演一對情侶，而像是本來就很熟悉的兩個人。當然，這種感覺更多屬於觀眾觀看作品後的主觀感受。但娛樂圈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觀眾往往會把戲裡的情緒延續到戲外。於是，當《驕陽似我》結束之後，宋威龍和趙今麥再次同框，網友第一時間想到的自然還是林宇森和聶曦光。這就是所謂的角色濾鏡。而這層濾鏡到現在依然沒有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說它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為什麼？因為兩個人的戲外互動並沒有隨着電視劇收官立刻消失。從品牌活動到綜藝相關內容，再到後來的聚餐畫面，網友不斷發現新的同框素材。尤其是這次素顏聚餐，很多人真正被擊中的並不是某一個所謂的甜蜜動作，而是兩個字：鬆弛。這一點非常重要。娛樂圈裡的明星同框通常會有一種很明顯的鏡頭感，大家知道自己正在被拍攝，於是會自然調整表情、姿勢和狀態。可是這次畫面給人的感覺卻比較生活化，兩個人沒有特別強調自己，也沒有刻意制造所謂的偶像劇氛圍，反而就是坐在那裡聊天、吃飯、聽別人說話。
越是普通，越容易讓網友產生一種這就是他們平時相處的樣子的想象。當然，想象和事實必須分開。這段畫面只能證明兩人有共同聚餐以及自然互動，不能直接證明兩個人正在戀愛。而且公開報道也指出，這是一場多人好友聚會，並不是兩人的私人約會。所以，如果有人直接把這段視頻定義為戀情實錘，其實並不嚴謹。但如果說這段畫面讓網友再次感受到兩個人之間的默契，那就完全可以理解。因為觀眾真正喜歡的從來不只是戀愛2個字，大家喜歡的是一種氛圍，一種不用說太多話也能讓人覺得舒服的氛圍。這也是為什麼一個非常小的細節會突然被放大。比如兩個人坐在一起的時候，網友會觀察他們之間的距離，會注意誰先看向誰，會注意對方說話時另外一個人的反應，甚至連一個很普通的笑容都會被網友截下來反覆觀看。這些動作單獨來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但是當他們和驕陽似我的劇情記憶疊加之後，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就是娛樂傳播裡非常典型的情緒疊加。一個小畫面本身可能只有1分甜度，但是當觀眾腦海裡同時出現林宇森和聶曦光的劇情，再加上之前積累的各種同框記憶，這1分甜度就會被放大成10分。所以很多網友才會出現一種非常真實的感受，明明只是普通聚餐，為什麼我看着就是覺得很甜？答案可能不是他們真的做了什麼，而是觀眾已經對這2個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緒記憶，再加上宋威龍和趙今麥本身的氣質差異。宋威龍屬於鏡頭感非常強的男演員，外形條件突出，安靜站在那裡就很容易成為視覺中心。趙今麥則更加清新靈動，表情變化豐富，尤其是在自然狀態下，很容易給人一種鄰家女孩般的親切感。當2個人放在同一個畫面裡，一個偏冷，一個偏暖，一個沉靜，一個靈動，視覺和情緒上的互補就非常明顯。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觀眾會說一句話，他們站在一起就是很般配。但般配其實不等於戀愛，這2個概念必須分清楚。演員之間有化學反應，是好演員和好作品能夠帶給觀眾的驚喜。演員私下關係不錯，也完全可以是朋友、同事或者合作夥伴之間的自然相處。至於他們未來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目前沒有足夠公開信息可以下結論。所以，與其急着給2個人貼上戀愛標籤，不如把注意力放回到這對搭檔為什麼能夠持續產生話題。答案其實非常簡單。第一，是作品本身留下了足夠深的角色記憶。第二，是2個人的外形和氣質確實存在明顯互補。第三，是他們在戲外偶爾出現的自然同框，讓觀眾能夠繼續延續作品結束後的情緒。第四，就是網友自己的2次創作，從剪輯、截圖到各種名場面重新組合，原本已經結束的劇情被重新包裝成一個又一個短視頻。於是，作品雖然結束了，但故事卻沒有真正離開觀眾。這也是為什麼《驕陽似我》收官之後，宋威龍和趙今麥依然能夠頻繁進入討論。甚至在7月，2個人相關的綜藝錄制路透也再次引發熱議，網友對2人2次合作的呼聲再次升高。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循環。電視劇讓觀眾認識他們，角色讓觀眾喜歡他們，戲外同框讓觀眾繼續關注他們，網友二創又把他們重新送回大眾視線，然後新的同框再次出現，於是龍脈這個組合就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但這裡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真正讓這對組合持續吸引人的，並不是所謂的戀情實錘，恰恰相反，是一種沒有答案的感覺。如果2個人突然官宣戀愛，故事可能瞬間就有了結局。可是現在，所有公開信息依然停留在合作、朋友和自然互動的範圍裡，於是觀眾就會繼續猜，繼續觀察，繼續討論。
這也是娛樂話題能夠持續傳播的重要原因。因為人們天然喜歡沒有完全揭開的故事。一個眼神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笑容是不是有特殊含義？一次自然的同框究竟只是朋友聚會，還是代表兩個人關係真的很好？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而沒有答案就意味着討論不會輕易結束。所以這一次熱搜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它證明了什麼，而是它再次證明了宋威龍和趙今麥這對搭檔擁有非常強的公眾情緒號召力。哪怕只是一次普通聚餐，只要兩個人同時出現在畫面裡，就足以讓大量觀眾重新打開驕陽似我的記憶。有人重看名場面，有人重新剪輯視頻，有人開始期待二搭，還有人直接在評論區喊話，希望他們再次合作。這種現象對演員來說其實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因為真正能夠被觀眾記住的搭檔，並不只是把電視劇演完就結束，而是當觀眾在很久以後再次看到兩個人站在一起，依然會立刻想起那個角色，想起那段故事。宋威龍和趙今麥目前帶給觀眾的恰恰就是這種感覺。至於他們現實中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可以期待，可以討論，也可以覺得他們很般配，但沒有證據的時候，就不要把猜測當成事實。因為真正長久的明星魅力，不需要靠未經證實的戀情來維持。一部好的作品，一段讓觀眾記住的表演，再加上兩個演員自然舒服的相處方式，本身就已經足夠讓人喜歡。而這或許也是龍麥最特別的地方。他們最甜的地方，未必是某一個吻，也未必是某一句曖昧的話。真正讓人上頭的，可能只是兩個人安安靜靜坐在一起的時候，那種完全不需要解釋的畫面感。所以，當網友再次喊出太般配了的時候，大家真正喜歡的，也許不是一個所謂的戀愛答案，而是希望這樣的化學反應能夠繼續存在。也許未來會有第二次合作，也許會有新的電視劇，也許會有新的綜藝，也許他們只是一直保持不錯的朋友關係。無論答案是哪一種，只要兩個人繼續認真拍戲，繼續帶來值得記住的角色，就已經足夠。因為對於觀眾來說，最好的售後從來不是強行製造糖，而是多年以後，當我們再次看到他們站在一起，依然會忍不住說一句：原來林宇森和聶曦光真的讓人忘不了。那麼你怎麼看宋威龍和趙今麥這次的同框？你覺得他們是真的特別有默契，還是驕陽似我的角色濾鏡太強了？如果未來他們再次合作，你會期待嗎？歡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評論區。如果你喜歡這種真實梳理、細節分析和華語娛樂熱點，記得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感謝大家看到這裡，我們下一期繼續聊娛樂圈那些讓人意想不到的故事。